作弊得了个全班第一是什么体验？陛下，千万别夸我的文采。要夸，而且你文章的意思也不错。陛下，千万别夸我的文章意思。长河本想找个代写的来应付一下李世民的开卷考试，可没想到枪手的写作水平太高了，直接让他荣获了全场第一。原来贞观新一届科考刚刚结束，李世民便想让在京师的官员也写一篇文章，分析一下大唐现在的情况，并要求5天之内交作业。可以建议，可以批评，可以是一件事情，也可以是大政方针。这种要求对于文官来说自然是手到擒来，但对于武将来说那可是头疼坏了。要是论征战沙场，他们可以知无不言，但是放下武器动起笔杆子，这可真是要了他们老命了。于是身为玄武门大功臣的武将长河可就坐不住了，便当即举护板询问李世民：陛下，我们武将也要写吗？当然，一视同仁。有了二凤的答复，长河悬着的心彻底死了。他想到前些日子的大裁员，许多得不到李世民认可的官员全部踹回了老家，想到这，长河不禁也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担心，于是回到府上便开始没日没夜的练啊。可无奈他大字不识一箩筐，举笔更是犹如扛鼎般艰难，结果4天也没憋出3个字来。可眼看交卷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如坐针毡的他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自己不会写，那就找个专业写手来替考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而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弘文馆的马周。当初马周参与过党人红一案，长河深知他的文学水平不低，而恰巧现在马周就在自己府上做幕僚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来人，在，去把马周叫来。他睡了，让他起来。有了幕僚马周的帮助，长河很快就交了卷。但做过弊的人都知道，第一次干这种事，心里自然都十分紧张。而恰巧此时李世民一边看文章，一边还用欣赏的眼光看着长河，嘴里还时不时发出笑声，这让长河心里更是慌得不得了。陛下，笑什么？你是玄武门的功臣，我没有想到你的文采也不错呀。一听此话，长河惶恐不安，低下了头，直呼陛下您千万别夸我的文采。李世民见此有些不明白了，你文采这么棒，怎么还不让人夸呢？而且你文章的意思也不错。陛下，千万别夸我的文章意思。为什么不夸？我就是要夸。我夸你是因为我能看出你的好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当这个伯乐呀？长河一听就更慌了，毕竟这文章上面的内容他也看不懂。于是长河只好实话实说，称您是伯乐没问题，可我这千里马是假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根本不识字。不识字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说让别人记录下来，对不对？不得不说，李世民还挺会分析的，脑回路清奇的一批，竟认为是长河把意思说出来，让别人帮忙写下来的。于是李世民便继续追着长河夸。那我就不夸你的文采了，我夸你的文章的意思不错，这可以吧？这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。此话一出，李世民直接懵了，便询问长河：不是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面对李世民的连番逼问，长河只好说出了实话：我得交卷啊，要不然功臣归功臣，也只能回家种地了。李世民听后这才明白，原来是长河害怕被辞退，专门找了个顶级枪手来作弊了。不过难得的是他人还这么实诚，于是李世民当即安慰这位玄武门第一大功臣，他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出良弓藏走狗烹的事，所以像你这样的大功臣，我是不会辞退你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闻听此言，长河悬着的心这才回到肚子里。不过经此一事，倒是让李世民间接发现了一个人才，因为这篇文章写的确实很不错。谁写的？一个叫马周的，因为我不能识文断字，正好用得上他，就把他留在府里了。马周，看这文章，这个人我得用。陛下，这不是又增援了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增，我增的是能帮助我成就贞观盛世的人。于是李世民就要连夜召见马周，不过此片中还省略了一件4度前史的典故。李世民得知马周后，就想立刻召见他，可马周却因喝多了未能及时进宫，李世民便连续4次派人催促马周进宫，这也彰显出了李世民求才若渴的态度。夜晚，李世民和马周在两仪殿相对而坐，推心置腹，开怀畅谈。期间，马周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大唐现在的一些看法和建议。第一个便是关于大唐交通秩序的问题，他认为所有行人和官员都应该相向而行，一律从右，这样不仅能避免人与人的冲撞，还能减少拥挤，提高速度。听到此处，李世民就有些纳闷了。朕也常常出行，怎么没有发现这些问题？马周直言：陛下您可是天子，谁又敢跟你抢道？除非他脑子被驴踢了。陛下出行有制度规定，路人回避，卫士开道，自然见不到这样的景象啊。是的，建立制度，强调下情上达，用意
就在于此啊！这一晚，李世民与马周彻夜长谈，许多李世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都被马周一一提了出来，并且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知晓马周是一位大才的李世民，便赶紧命房玄龄给他安排一下职务。那就叫门下当指导，让他随时听候陛下的召见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长河发现人才有功，也要赏赐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官场老油条的赵德言自从领导裴寂倒台后，他便闲职在家，得不到重用。于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仕途就此埋没，便将目标盯上了李世民身边的红人房玄龄。于是他带着一份小小的心意前去拜访。房玄龄一下便明白了赵德言的用意，于是便问道：“你这几年在贝州有没有比较出彩的政绩？”那个政绩是有一点，不过在朝为官靠的是人脉呀。那你说我是收好呢，还是不收好呢？那当然是收好啊，礼多人不怪啊。今后还要靠中书令多照顾。不得不说，赵德言这一套在其他朝代可能仕途会一片光明，但他唯一失算的是不了解房玄龄的秉性。他可不是宋朝的高俅与贾似道，而是后世纷纷仰慕的良相典范。于是当天下午，房玄龄便把这些所谓的薄礼带给了李世民，并将赵德言的做法一并说出。起初李世民还以为房玄龄是想借机将赵德言撵回老家，却不料房玄龄反而夸他是个人才。赵德言这个人是无可救药了，可这个无可救药倒能派上大用。陛下，如果将赵德言派到草原18部去，他还是那一套。您想想，草原18部还会是原来的草原18部吗？房玄龄表示，别看这赵德言现在只是一个攀权富贵的小人，但在某些方面他一人就可抵千军万马。如果我们把他派给突厥，他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一旦他获得协力的欢心，便会竭尽所能的为其出主意。可妙就妙在赵德言这水平简直和大秦战神郭开如出一辙，所以半吊子的他出的主意肯定不利于突厥，而这便是赵德言的最大用处。这样杀人诛心的策略让李世民眼前一亮，原来分化瓦解一个国家还可以用这种办法。贪能生诸种恶性，如果将这颗种子种到那边去，后果可堪设想啊！这个赵德言现在是谋官心切，将他派过去，草原18部呢，本来部落就松散，如果他们的内部争斗多了，陛下，但愿我们就不再有心腹之忧了。李世民看着一旁腹黑的房玄龄，脸上表露出一副就你小子最坏的表情，而后便跟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很快便到了唐朝每年给突厥进贡的时间了，于是李世民叫来外交官唐俭，吩咐了一件事，他准备借此机会将赵德言打包跟礼品一同送过去，并且嘱咐唐俭想尽办法一定要劝赵德言留在突厥。这次是要用奸细吗？不，我们不需要他的汇报，只需要草原18部的人重用他。臣明白了，陛下放心，臣会做到的。第二天，赵德言便跟着使团出发前往草原。路上，唐俭便开始对着赵德言一顿忽悠。他表示，草原18部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不仅土地广阔，而且骑兵更是骁勇。比起草原18部，咱们大唐不过是他东南的一块小地方，农耕而已。经过唐俭的三言两语，还真就把赵德言说心动了。他回想自己既然在大唐得不到重用，不如借着这次机会转投突厥，到时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帮助突厥打回长安，让李世民还敢看不起他。就这样，在唐俭的一番引诱下，赵德言有了留在草原大展宏图的打算。经过数日的跋山涉水，唐俭率领的使团终于到达了突厥的部落。协力可汗一看到那些珍贵的丝绸和珠宝后，自然也是十分开心，便当即以最高的规格来犒劳几人。而赵德言也是第一次见到手抓羊肉，他双手捧起一块羊腿，闻了闻那诱人的香气，接着放到嘴边，用力撕下一块，便开始大块咀嚼起来。而如此美味，也让他不由得心生疑惑，便说这是什么品种的羊肉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对此，突厥大可汗很是自豪地说道：“我相信你们没有吃过这种肉，这是黄羊肉，它跑得非常快，再好的骏马，再凶的狼也追不上它。”原来这黄羊速度过快，无法像其他动物一样被驯养，想吃的话只能去靠捕猎来获取。而捕捉黄羊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它们诱入包围圈中，然后使用弓箭进行射杀。而唐俭听后，立刻就有了一个让赵德言与协力可汗单独接触的好时机。于是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在草原上打过猎，不知大可汗能否让自己体验一下。好，请吧，请。我就不去打猎了，我希望待在可汗身边。好，来。看着远去的唐俭，赵德言心里开始盘算要如何获得协力可汗的赏识。与此同时，唐俭跟协力的侄子正在制定规则，毕竟两人代表的是各自的国家，想要分出个高低。于是他们约定好，双方各带人马左右分开，2天之后在北山会合，到时谁捕获的猎物多，谁就获胜。好，
北山会合。时间转瞬即逝，一转眼就到了2天后。突厥这边带着捕获的猎物来到了北山，可他却并没有看到唐简的身影。那个中原的唐简不是迷路了吧？他们毕竟对这儿的路不熟悉啊。然而话音刚落的下一秒，他们就惨遭打脸。就在他们刚来的地方，唐简的猎犬和人马疾驰而来，一个突厥士兵顿时发现了端倪。这是在跟踪我们，他们本来应该从西边到达才对。玉骨社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但当他看到唐简并不在队伍时，便高声嘲讽道：“你们把你们的唐将军给丢了吧？啊！”还没等突厥人笑完，唐简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部队来到了他们的前面，如同围捕黄羊一样，将他们围在了中间。此时的每个突厥士兵都感到无比惊慌，他们十分清楚，如果这不是围猎，而是一场战争，他们就会像那只黄羊一样被围杀。他们把我们包围了。这才短短几年时光，一向被他们看不起的大唐军队战力就已经提升了这么多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赵德言也没有闲着，他凭着出色的忽悠能力，已经成功得到了协力的赏识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树立可汗的权威，加强可汗的地位，保证可汗有足够的钱粮，唐朝并不可怕。好，哎呀，好几年了，我都快没有信心了。你是上天送给我们草原的礼物啊！